第一袭，权谋的阴影，长孙无忌，他是李世民少年时代的布衣之交，他是大唐皇后的亲哥哥，他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夜力主杀伐，他是将李世民推上皇位的第一推手，他一生都在权力的巅峰行走。他为了大唐的稳定铲除了无数异己，但他最终没能斗过那个叫武则天的女人。他在流放的被逼自缢时，也许会想起当年的长安月色。他的一生是权谋与悲剧的完美结合。第二袭，逍遥的王爵，李孝恭，他是皇族中罕见的军事天才，他平定了江南的半壁江山。他曾统领大军横扫消息于府宫时，他功高震主，却懂得如何在帝王的猜忌中生存。他故意沉溺于歌舞与豪宅之中，他用奢侈的生活来向皇帝表态自己没有野心。他在战场上是猛虎，他在朝堂上是只懂得享乐的猫。他演了一辈子的戏，最终得以善终。第三袭，果断的雷霆，杜如晦，他和房玄龄并称为大唐的左右手。他擅长在纷乱的局势中做出最正确的决断。他在玄武门之变中制定了详细的斩首计划。他像一道短暂却耀眼的雷霆，他燃烧尽了自己的生命来铺平大唐的道路。他英年早逝，让李世民痛哭失声。他死后，李世民甚至不敢再吃瓜果，因为会触景伤情。他是大唐立国时最锋利的那把刀。第四袭，帝王的明镜，魏征，他曾经是李世民死敌李建成的谋士。他曾经建议李建成尽早杀掉李世民。他被俘后，面对屠刀依然面不改色。他被李世民的胸襟所折服而改换门庭。他一生犯言直谏200多次。他敢在朝堂上指住皇帝的鼻子骂。他是李世民最敬畏的一面镜子。他证明了忠诚不一定是顺从。他死后，李世民感叹自己失去了一面可以正衣冠的铜镜。第五袭，谋略的深海，房玄龄，他是大唐帝国的行政总设计师。他善于谋划，却总是把功劳让给别人。他在军帐中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他在李世民最绝望的时候依然不离不弃。他怕老婆的故事流传千古，却也透着温情。他小心谨慎了一辈子，不敢行差踏错半步。他为大唐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他是大唐最稳固的基石。第六袭，温厚的长者，高士廉，他是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的亲舅舅。他在长孙家族破落时收养了这对兄妹。他慧眼识珠，看出了李世民的不凡。他为了支持李世民，不惜散尽家财。他在治理蜀地时政绩斐然。他一生处事圆滑且充满善意。他是连接皇权与外戚的关键纽带。他在临终前依然挂念着国家的安危。第七袭，钢铁的门神，尉迟敬德，他原本是敌军的猛将。他在战场上曾2次单骑救出李世民。他在玄武门之变中亲手射杀了齐王李元吉。他提着血淋淋的人头逼宫唐高祖李嫣。他是大唐武力值的巅峰代表。他晚年因为自傲而殴打同僚。他被李世民警告后闭门修道16年。他最终变成了贴在门上的年画门神。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纯粹的暴力美学。第八袭，不败的军神，李靖，他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军神。他用3000骑兵雪夜突袭灭掉了强大的东突厥。他写下的兵法成为后世武将的圣经。他打仗从来不按常理出牌。他功高盖世，却活得战战兢兢。他为了避祸经常闭门谢客。他在朝堂上从不轻易发言。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。他是一个用兵如神却活得谨小慎微的智者。第九袭，孤傲的佛徒，萧雨，他是前朝梁国的皇子。他是隋朝皇后的亲弟弟。他性格刚烈，看不起粗鄙的武将。他因为直言进谏多次被李世民贬官。他又因为才华横溢多次被李世民召回。他一生信佛，却在政治斗争中毫不手软。他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，但他却是李世民心中最纯粹的忠臣。他是一朵开在权力淤泥中的白莲花。第10袭，忠勇的先锋，段志玄，他是李世民最早期的追随者之一。他在太原起义时就已经招募千人。他治军严明，军令如山。他曾在战败时依然拒绝后退半步。他曾2度被敌军俘虏，又2度逃脱归队。他对李世民的忠诚没有一丝杂质。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标准军人。他死后得以陪葬在昭陵，永远守护君王。第11袭，草莽的豪杰，刘弘基，他年轻时是不折不扣的游侠。他喜欢结交江湖好汉而不愿读书。他在隋末乱世中因为杀牛获罪。他投奔李世民后成为了冲锋陷阵的猛将。他在宋金刚之战中力竭被俘，绝食抗争。他归来后依然受到重用。他晚年喜欢看别人杀猪，以此取乐。
他是一个充满了江湖气息的开国功臣。第12席，倒戈的义士屈突通，他本是隋朝的忠诚老将，他曾奉命死守潼关，阻挡李渊的大军。他在战败后，面对李世民的劝降，流下了眼泪。他为了天下苍生不再受苦而选择投降。他在平定王世充的战役中立下大功，他以清廉正直著称于世。他虽然是将将，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。他的一生在忠君与爱民之间做出了艰难的选择。第13席，而早逝的儒将殷开山，他本是隋朝的一名文官，他在太原起义时毅然投笔从戎，他是李渊最信任的参谋之一。他曾劝说李渊大胆向长安进军，他在战场上展现了惊人的军事天赋，他却在讨伐刘黑闼的途中不幸病逝。他是大唐建国路上一颗过早陨落的流星，他的名字永远刻在了开国的功劳簿上。第14席，驸马的担当柴绍，他是平阳昭公主的丈夫，他为了响应起义不得不将妻子留在长安，他心中一直背负着对妻子的愧疚。他在战场上像疯子一样拼杀，他与妻子共同指挥了著名的娘子军。他在妻子去世后依然独自守护着大唐边疆，他用一生的战功证明了自己不只是皇帝的女婿，他是一个活在传奇女性光环下的铁血男儿。第15席，贪婪的皇亲长孙顺德，他是长孙皇后的族叔，他在大唐起义前就已经在招兵买马，他在战场上作战勇猛无比，他却在胜利后迷失在了金钱之中。他因为受贿曾经被李世民当众羞辱，李世民送了他几十匹丝绸来讽刺他的贪婪。他是一个有功也有过的复杂人物，他晚年因为羞愧和病痛郁郁而终。第16席，特务的鼻祖张亮，他出身贫寒，原本只是一个农夫，他被房玄龄推荐成为了李世民的情报头子。他带着黄金潜入洛阳，建立地下情报网。他在被敌人严刑拷打时没有吐露半个字，他为了掩护主公，甚至不惜毁掉自己的容貌。他晚年却因为迷信术士的预言而意图谋反，他收了500个义子，想要建立自己的王国。他最终被斩首示众，结束了荒诞的晚年。第17席，堕落的英才侯君集，他是军神李靖唯一的亲传弟子，他学到了李靖兵法的精髓，他率军攻灭了西域的高昌国，他因为私吞战利品而被下狱，他对李世民产生了深深的怨恨，他卷入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，他在被处决前祈求李世民饶过他的妻儿，他是24功臣中结局最为悲惨的叛徒。第18席，关键的推手张公瑾，他在玄武门之变前最后一刻才加入阵营，他在占卜显示大凶时摔碎了龟壳，他说决定命运的事不需要问鬼神。他在玄武门关闭时独自挡住了太子的反扑军队，他凭借惊人的臂力关上了那扇沉重的大门，那一扇门的关闭决定了大唐的未来。他因为这份功劳被李世民永远铭记。他在壮年早逝时，李世民哭得连饭都吃不下。第19席，福将的传说程之杰程咬金，他在民间传说中只会3板斧，他在正史中其实善用掌硕，勇冠3军，他是乱世中最懂得审时度势的聪明人，他每次都能准确地站对队伍，他在战场上总能奇迹般的死里逃生，他活得比大多数功臣都要长久。他在晚年因为屠杀将族而被免职，但他依然安享晚年的善终。他是一个大智若愚的生存大师。第20席，南方的文曲虞世南，他是来自江南的顶级贵族，他的书法被称为大唐五绝之一，他性格柔弱却充满了道德的力量，他曾请求代替前朝皇帝去死，他在李世民骄傲自满时总是轻声规劝，他像一阵清风吹拂住充满杀气的朝堂。李世民说他有5个绝技无人能比，他代表了大唐以文治国的温柔一面。第21席，后秦的守护刘正会，他在大唐起义之初就负责留守后方，他管理住粮草和兵员的调度，他曾被刘武周俘虏，却依然心向大唐，他在敌营中秘密传递情报，他用自己的生命安全换取了李世民的胜利。他是一个默默无闻却不可或缺的管家，他证明了坚守有时候比进攻更需要勇气。第22席，滑稽的说客唐简，他性格幽默，喜欢开玩笑，他曾经陪李世民下棋并赢了皇帝，他被派往突厥大营进行谈判，李靖利用他谈判的时机发动了偷袭，他在乱军之中竟然奇迹般的逃了回来，他没有责怪李靖，反而觉得这是兵法的妙用，他是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外交天才。第23席，忠义的两难李基徐茂公，他本是瓦岗寨的将领，
他在投降大唐时坚持要把土地献给旧主李密，他认为自己不能用主人的土地换取富贵。李世民因为他的忠义赐他姓李，他为了给姐姐治病，竟然剪下自己的胡须入药。他在李世民死后辅佐了唐高宗，他晚年率军灭掉了高句丽，完成了2代帝王的夙愿。他被称为除了李靖之外的大唐第2名将，第24袭血染的战神秦琼、秦叔宝。他是战场上最令人恐惧的存在，他一生经历了200多场恶战，他浑身上下的伤疤没有一块好肉。每当敌军有猛将耀武扬威，他就会单人单骑冲入万军丛中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敌将刺于马下。他晚年因为伤病缠身而闭门不出，他说自己流过的血足有几大缸。他死后化身为门神，守护着千家万户。他是大唐武魂最完美的象征。